野实际上是一项非常刺激。就挺解压的，就是感觉自己内心深处的野性得到了一种释放。好，我再来。别怕，不要怕。OK， 好吧。慢点。那种有一丝恐惧，但又很期待的感觉。慢慢的，低龄中队这个名字呢，其实就是 Double Zero 这样子 ，Double 就是双，然后 D， 然后0，意思就是00后。因为我们群里面主打的就是00后越野。创建低龄中队的初衷呢，其实就是想把全世界的90后、00后越野爱好者都聚集在一起，然后呢，我们给大家提供交流的平台，一起为越野注入新鲜的血液。我从小就喜欢越野，在小的时候跟爸爸妈妈出去玩，我会时不时的往那些工地里面去看那些工程车的悬挂变化程度。其实小时候很小的时候就对汽车这方面比较感兴趣，因为有可能男人的本性是吧？所以说就长大了之后就慢慢开始去了解，深入了解这些车呀。最开始是觉得什么超跑很酷啊，后来慢慢就觉得那不行，那格局小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开始慢慢的就开始了解越野这行业，了解越野改装、越野的知识、驾驶技巧这种的技术性的东西。越野就是走别人不走的路，去看别人看不到的风景。确实，我就是想多看看风景而已。越野其实是一定程度上来说，是我看风景的一个垫脚石。风景在这吧，越野是这个东西，越野是我看风景的一个工具。我用越野去看风景，去领略不一样、更多的风景，就更多角度的去看风景。就比如说有人就是柏油路的尽头，那就是他们旅行的终点、旅程的终点，而我不是。柏油路的尽头，我还可以去爬，去翻越更多的山，爬更多的河，去看更远，就是更深处的风景。这其实我觉得挺好的，就对我来讲。我的第一次越野经历呢，是在2020年的1月。那时候一放假，我就去大同租了一辆路虎的发现神行，然后开着它去到了宝石谷，又翻回去旁观了一下芦芽山。直到那时候，我才真正的体会到越野可以给你带来别人不一样的体验，然后让你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。第一次越野经历，其实正儿八经的越野经历是去年，之前一直是口拍。去年是跟着群里的几个大神去穿越了一下澳洲，从阿德莱德市穿越到了昆士兰州的那个凯恩斯，没有去到北角，因为受到天气原因嘛，就是当时是夏天，所以降水量会比较丰富，路况比较那个什么嘛。其实这一路上不是越野，是穿越，你知道吧？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越野爬石头，我们是另一种方式，是穿越，就是也不完全算是越野经历吧，但是也是第一次，印象很深刻。我估计这一件事能让我吹一辈子牛逼，你知道吗？就属于这种情况。第一次越野的经历应该是在16年，当时和家里人一起去内蒙古自驾游，然后我没有驾照，所以只能让我在非铺装道路上去驾驶车辆，所以就给了我机会在沙漠里去学习拴沙锅，还有翻沙梁，包括开车去翻越一些比较小的河道，攀爬一些小石头。由于当时的我年纪还比较小，也没有驾驶证，所以
对越野只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。正因为这次经历，让我对越野这件事产生了比较浓厚的兴趣，然后脑海里也有了一个比较大概的观念，以至于到今天，我仍然对越野保持一个很高的兴趣，还在持续的进行越野的活动，购买越野车，然后也会进行一些改装。我觉得越野是每一个男孩子从小就会想做的一件事。每个人的童年都会有一台吉普车，每个人都想驾着这台吉普车去翻山，去过河。加入地灵的感受，加入地灵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机缘巧合的事情。就有一天翻着微博看到了他们的信息，所以我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加了进去。加进去发现大家都很友好，都是同龄人，都非常热爱越野，所以在群里边都很经常性的去分享一些事情，也很乐意去帮助其他群友去解决一些困难。我觉得地灵这个中队存在的意义就是把全世界同龄的00后、90后的热爱越野的人、热爱汽车的人集结到一起。我觉得00后应该作为一个对中国汽车文化承上启下的一个作用。我们不应该再坚守那些老的观念，应该对于汽车和越野，包括汽车文化，有一个我们自己的认知。加入地灵中队的感受，其实，挺惊讶的，你知道吧？就因为我是02年的嘛，所以我这批同学才刚刚拿驾照，或者是都没拿，你知道吧？所以说，就很少会有人对车感兴趣，就不用说是对越野了，就对车其实感兴趣都很少，有的车都不会开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就很惊讶的看到其实还是有人对对越野这项活动比较感兴趣，因为群里有一个03年的嘛，比我还小1年，他山猫车友开V97的，我其实挺震惊的，就会有这么多人去热爱这项活动、这项运动，甚至有人就是以这个为职业，就比如说群里也有做汽车自媒体行业的一些朋友，就其实还是挺开心的，而且也挺感谢会有这么一个平台，这么一个组群，能让我们交流一些经验呢，或者是修车、用车方面的一些技巧。其实挺不错的，我觉得真心不错。大家可以加进来试一下，是吧？然后呢，有机会一起来出去野啊，出去拱车之类的，挖坑，对。